大家好，在日常讨论中，我们总能听到有人说自由的坏话，总有人把自由简单的理解为为所欲为，然后再来和人辩论要反对自由，说人就是要管，不能太自由了云云。这往往是出于对于自由这个概念有意无意的误解或者歪曲。在这个视频中，我想从两个方面把自由这个概念说清说透。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自由，为什么自由是神圣的，为什么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基石，是文明人的第一价值观，为什么只有自由才能带来繁荣。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自由绝对不是随心所欲。为了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自由。自由的本质就是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权利一定是有边界的，所以自由也一定是有边界的。自由在英文中有两个对应的词，一个是 freedom， 另一个是 liberty。 这两个词虽然经常混用，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freedom 这个词来源于古英语，它的原意是自己能够做决定的领地，就像 kingdom 是一个国王可以控制的领地。 freedom 这个词是指一定边界范围内的自由，而 liberty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和它对应的动词是 liberate，也就是解放，所以 liberty 这个词是指突破某种边界束缚的自由。在这里呢，我着重要谈的是 freedom 这个词所代表的自由，它更能够反映英美保守派所看重的代表一定边界范围内的不可剥夺的个人的基本权利。而 liberty 这个词所代表的是起源于法国的左派的自由观念，是通过社会改良而带给个人的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可以说 freedom 所代表的自由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而 liberty 所代表的自由是人造的。天赋人权、天赋自由的观念起源于基督教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这种自由观念得到了最直接、最广为人知的宣告。独立宣言的开篇就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在这里，我所讨论的自由就是指这种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时，才有可能拥有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的自由选择权。英国和美国的革命都是出自这种对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的追求，而英美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了可以保障这种自由的社会制度，由此人类才得以进入尊重个人自由的现代文明社会。那么自由究竟有什么好？为什么尊重个人自由的现代文明要好于缺少个人自由的古代文明呢？为什么自由应该是文明人的第一价值观呢？首先，从个人层面来看，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自由给个人以尊严，让每一个人都有最大的可能以自己的意愿来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也许有人会说，专制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往往有时比自由国家人民的幸福感还要高，这点我不否认。就像美国南方庄园里奴隶主的幸福感可能会比北方资本家的要高，而奴隶的幸福感可能会比北方失业的工人要高。但是这种幸福感要么只局限于少数人，要么是来自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幻象，而且这种幸福感都是依赖于他人的、不稳定的，它往往源自人性的阴暗面，要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由自主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前提。这是从个人层面看，而从社会整体层面来看，尊重个人自由也是社会整体实现繁荣稳定最好的办法，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起点。人类的创造力源于自由的思想，只有在一个尊重个人基本权利、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整个社会的创造力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举个例子，从人类的发明史来看，中国近500年来对于人类的创新的贡献几乎为零。从公元1500年以后，全世界有838项改变人类的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来自于中国。这不得不说是和中国元明清三朝越来越严酷的专制体制有关。中国仅有的几个重要发明，比如大家熟知的4大发明，都是在相对比较自由的宋朝或者宋朝以前出现的。当然，专制也有专制的优点，专制在
短期内可以激发出强大的执行力，所以在历史上不乏专制战胜自由文明的故事。专制集权的优势在于执行力，而自由的优势在于创造力。所以专制的持续强大往往要依赖于从自由世界引进或者偷窃他自己所必然缺乏的创造力。而且长期的专制必然带来腐败。只有在个人基本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人们才不会急功近利，才会有长远的眼光，整个社会也才会更有道德。所以只有自由才能带来长久的稳定的繁荣，才能遏制腐败。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由会最终战胜专制。在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自由这个词往往会和平等一起相提并论，人们也常常会把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人们向往自由平等，也向往民主自由。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自由的价值远远高于平等，也远远高于民主。为什么说自由高于平等呢？首先，对自由的追求是源于人类的追求幸福的天性，这种追求的主体是善的，而对于平等的追求可能是源于攀比，源于嫉妒，它隐藏着人性中恶的一面。可以说，自由是天道，平等只是人道。自由是底线，是必需品，而平等在本质上是违背自然的，是自然界的奢侈品。对自由的追求往往会激发人的创造性，而对于平等的追求却往往会激发人的恶念。自由是生产，平等是分配，所以自由必然要先于平等。虽然不可否认，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平等，但是对平等的追求切不可伤害自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他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极致的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理念。实践表明，我们如果追求过多的平等，往往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贫穷的平等，或者是被奴役的平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追求平等呢？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在这一集我想专注于讲自由的概念，以后我会专门再做一集视频来专注于理清平等的概念。再来说一说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为什么说自由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民主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而且民主还只是实现自由的手段之一。民主本身不具备任何神圣性，相反，和人性一样，民主本身就带有恶的一面。如果民主侵害了自由，就必须对民主加以限制。民主如果没有自由，很容易退化为专制；专制如果允许自由，也很容易进化出民主。自由是繁荣的根基，民主不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民主制度失败、民主侵害自由的例子。这其中的原因，我在下面会细说。以上是从第一个方面来解读自由。我们指出，对真正的自由应该如何理解？自由的本质是在一定边界范围内的人的基本权利。这种定义下的自由具有神圣性，它是人类社会繁荣的根基。下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解读，自由既然这么好，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实现自由？我们说，自由一定是有边界的。对于自由的边界，最通俗的理解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都不应该侵害到别人的自由。为了能够得到自由，我们就必须要有能力来合理的定义这边界，并且还要有勇气来维护这边界。而维护自由边界最重要的两种方法就是信仰和制度。信仰带来对人的内在的约束，制度是对人的外在的约束。信仰和制度是对于自由的双重的约束，也是双重的保障。没有这双重的约束和保障，自由很容易就会败坏，演变为放纵，而真正的自由就不复存在。先来说说信仰。首先，对自由的追求源自于信仰，信仰也是人类大多数道德准则的来源。在保护自由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人类社会中有限的自由主要就是靠着信仰的力量来维护的。而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法治的社会，信仰同样不可或缺。因为人造的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制度总会有漏洞。在有道德有信仰的社会，漏洞会得到弥补；而在道德低下、价值观混乱的社会，任何制度上的漏洞都能够勾引出人的罪性出来。
没有信仰的人往往对于制度缺少真正的尊重，信仰和制度互补，才能够更好地保护自由。找到一个好的制度需要理性，而守护一个好的制度需要信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我们的宪法只对有信仰有道德的人们有效。法国人托克维尔说，如果没有信仰，再完备的法律也拖不起宪政。实际上，伦理学中在判断是非善恶时的一个基本准则是，遵守原则比遵守制度更重要。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会造就众多遵守原则的人，所以和一个仅有制度没有信仰的社会相比，在一个有信仰的社会，自由的处境往往会更美好。再来说说制度，在自由的价值成为社会共识以后，人类就开始设计各种制度来保护自由。在有信仰的人看来，既然自由源于造物主，那么冥冥之中必然也有一种天道可以用来保护自由。合乎天道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上帝的意志，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规律。而人类要做的就是努力用自己的理性来发现它，使人类创造的制度能够尽可能的接近上帝的意志，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自由。在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要算是英国的启蒙学者们和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是他们奠定了保护自由的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经济领域的私有产权制度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制度。他们的本质都是把权力交给个人，私有产权制度是把经济权利交给个人，而民主制度是把政治权利交给个人。对于私有产权的长期稳定的保护，乃至后来对于专利权的保护，是英国率先进入现代文明、爆发工业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成功的民主共和制度，则是后来的美国生命力勃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制度设计是复杂的，所有的制度都会有漏洞。在私有产权制盛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出现副作用之后，人们逐渐看到它的缺点，于是又陆续设计了税收调节、反垄断、劳工保护等种种措施来限制这些缺点。而民主制度的问题就更大了。民主制度具有先天的缺陷，因为民主只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和智慧，它无法保护少数人的自由，也无法利用少数人的智慧。然而，根据自然法则，财富和智慧的分布往往符合帕里托法则，或称80-20法则。也就是说，财富和智慧往往是大量的集中在少数人一边的，真理也常常在少数人的一边。完全的民主必将导致社会的沉沦，所以美国的国父们设计了各种制度，包括三权分立，来限制民主的缺陷。最主要的就是用共和来对抗民主。准确地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含有民主元素的共和制，而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即使是这样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不完美的，所以美国的宪法又格外规定了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请愿自由等5大自由，规定国会不能立法来侵犯这些自由，同时还保障了人民的持枪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反抗制度的缺陷，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或自由。美国人民的自由首先是通过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得到基本的体现，而当基本自由受到强权的侵害时，人民还可以利用言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来进行反抗。在所有这些措施都失效时，最后人民还可以持枪反抗强权。所以你看，自由是多么的不容易。美国总统里根说，自由的灭亡一直以来都只需要1代人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我们必须为它而战，保护它，把它交到后代的手上，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美国的国歌中歌颂自由，也歌颂勇敢，说美国是 Land of Free and Home of Brave， 因为美国人知道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而勇敢的秘密是对神的信仰。好，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